朋友们，我是萧轩，今天聊聊咱们手边这杯咖啡，您是不是早上不喝一杯就觉得浑身没劲，脑袋发懵？如果是，您可有不少靠咖啡提神的同道中人。如今中老年朋友对咖啡的健康影响特别关注，但网上信息多样，让人心里没底。比如，有的文章说咖啡对健康有积极意义，能支持肝脏和心脏健康，接着又看到咖啡可能影响骨骼，喝一杯萃1分的提醒。这一来，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，尤其咱们上了年纪，更希望养生方法稳妥可靠。所以，我觉得有责任把咖啡这事给大家理一理。今天，我就帮您把咖啡的益处与需要注意的地方清清楚楚地梳理出来。我会实实在在告诉您咖啡的3个主要益处，同时也认真说明它可能需要注意的4个方面，以及3种最好避免的搭配方式。听完之后，您再端起咖啡杯，心里一定会更明白、更踏实。您会懂得怎么喝，喝多少，什么时候喝，才能更好的获益，让咖啡成为健康生活的好帮手。如果您觉得萧轩的分享在理，别忘了点赞或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。咱们现在进入正题，为何全世界那么多人每天都要喝咖啡？仅仅因为好喝、提神吗？其实远不止如此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如果饮用得当，咖啡对健康的益处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请注意，这里所说的饮用得当，前提是指纯的黑咖啡，或只添加了极少其他成分的咖啡。如果您手中的那杯咖啡添加了较多的奶油、糖浆或风味糖浆，那它更多属于风味饮品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普遍健康益处就与它关系不大了。咱们这代人年轻时候为了生活打拼，可能应酬不少，休息也不够规律。现在生活好了，饮食更丰富了，有脂肪肝、血脂高的朋友也多了起来。这些都是在给身体增加负担。那咖啡能帮上什么忙呢？一些长期的研究给出了一些积极的数据。每天适量喝点咖啡的人，肝脏的健康状态平均来看可能表现更好。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？这里头的道理挺巧妙的。首先，咖啡里含有一些有益的成分，比如绿原酸、咖啡因，还有其他一些多酚类物质。这些东西进入身体，可能发挥一些积极作用。我们知道，很多肝脏问题，像脂肪肝，可能伴随慢性炎症反应。咖啡里的这些活性成分，有助于减轻这种炎症反应。其次，研究还发现，咖啡可能有助于延缓肝脏纤维化的进程。啥叫肝纤维化？通俗点讲，就是肝脏受了慢性损伤后，修复过程中会形成一些纤维组织，这种组织要是过多，肝脏就会变硬，功能受影响。研究发现，咖啡里的某些成分可能有助于减缓这个过程，这对于本身就有慢性肝脏问题的朋友来说，算是一个积极的发现。数据也显示，长期保持喝咖啡习惯的人，出现肝脏相关问题的风险有所降低。除了对肝脏的可能益处，它还利胆。咖啡因能刺激胆囊收缩，这一收缩能把里面存的胆汁给排空，胆汁流动起来就不容易淤积。老话讲，流水不腐，胆汁要是长期滞留，时间长了就容易沉淀出结晶。所以适量喝咖啡能让您的胆囊动起来，有助于减少相关问题。说完了对肝胆的可能好处，咱们再聊聊大家更关心的2个词：支持和维护。到了咱们这个年纪，照镜子看到皱纹、斑点，心里难免会感叹岁月不饶人。但从根本上讲，衰老过程与身体的氧化压力有关，就像铁放久了会生锈。咱们身体在正常运转、产生能量的时候，会产生一种物质，科学上叫自由基，它性质活跃，可能对细胞造成损伤。如果损伤了皮肤细胞，可能就长皱纹、长斑；损伤了血管细胞，血管就老化变硬。如果影响到遗传物质，就可能带来问题。那咱们就干看着吗？当然不是。咱们身体自己有一套防御系统，同时也需要外援，这个外援就是抗氧化剂。而咖啡恰恰是咱们日常饮食里抗氧化剂的一个丰富来源。甚至在有些地方的饮食调查中，人们从咖啡里获得的抗氧化剂占比还不少。咖啡里富含多酚类物质，比如刚才提过的绿原酸，这些东西一进身体，就像一群巡逻兵，帮助中和那些自由基。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有助于延缓衰老迹象，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健康维护。目前有不少研究观察表明，规律的喝咖啡与几种健康问题的较低风险相关。除了刚说过的肝脏，还有结直肠健康、
现在结直肠相关问题不少，跟咱们饮食结构、活动量都有关系。咖啡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很多人喝完咖啡就想上厕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其实加速了肠道里物质的排出，同时咖啡里的抗氧化成分也可能对肠道细胞有保护作用。另外，像一些其他健康领域，也有些研究观察到咖啡可能有些关联。当然，这只是说可能降低一些风险，不是说喝了咖啡就万无一失，但它确实算得上是咱们健康生活里一个可以关注的方面。这第三个益处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。咱们人到中老年，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？是肚子大了，腰围粗了。这可不光是外表问题，腹部的脂肪堆积与很多健康问题有关。为什么年纪大了容易发福？因为基础代谢率降低了，身体消耗能量的速度慢了。这时候，纯的黑咖啡就能派上些用场。它被看作是一种天然的代谢促进剂，里面的咖啡因能刺激咱们的神经系统，让身体释放肾上腺素。肾上腺素能促进脂肪分解。光这样还不够，咖啡因还能让身体产热增加。您可能有过这种感觉，喝完一杯热咖啡，过一会儿觉得身上暖暖的，这就是您的代谢率在暂时提升，身体在额外消耗热量。有研究数据说，喝完一杯黑咖啡，接下来一段时间里，人体的代谢率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。要是您体重基数比较大，这个效果可能更明显。而且，如果您能在运动前半小时左右喝一杯黑咖啡，可能会有帮助。它不仅能让您运动时精神更好，还能让身体在运动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脂肪功能。这对想管理腰腹脂肪的朋友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，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，好多朋友听说咖啡能辅助管理体重，回去就喝，结果越喝越胖，跑来问我，萧轩，你说的不对啊。我一看他喝的啥，是速溶3合1，或者是咖啡店那种顶上堆着奶油，底下盛着糖浆的风味饮料。朋友们，那真不叫喝黑咖啡，那叫喝含糖饮品。一包3合1速溶咖啡，里面大半都是植脂末和白砂糖，真正的咖啡粉少得可怜。您这一杯下去，摄入的热量可能很高，那对体重管理自然不利。所以，想靠咖啡辅助管理体重，必须是无糖无奶或只加少量鲜奶的黑咖啡。只有这样，它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，否则它可能就是额外的热量来源。好了，咖啡的益处咱们聊了不少，大家心里可能也亮堂了不少。但是接下来，我必须得给大家提个醒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咖啡如果饮用不当，也可能带来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，特别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，身体的调节能力可能不如年轻时。下面这4个方面，您需要注意。这第一个方面，就是它可能增加钙的排出，需要关注骨骼健康。咱们这年纪最怕啥？怕摔跤。为啥怕摔？因为骨头可能变脆，骨质疏松是个需要警惕的问题。那喝咖啡跟骨头有啥关系？关系需要注意。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喝咖啡确实可能增加尿里钙的排出量，这是有研究证实的，原理不复杂。咖啡因有利尿作用，它会促使肾脏多排尿，排尿时，身体里的钙离子也可能随之排出一些。尿里排出的钙多了，意味着身体留存的钙可能减少。如果您年轻，身体吸收钙的能力强，流失一点不怕，通过饮食容易补回来。可对于咱们中老年人，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女同胞，这就需要留意了。女性绝经后，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，这雌激素原本有助于维持骨骼密度、守门员，作用减弱，骨头里的钙本来流失就可能加快。这时候您如果再不太注意，可能加剧这个问题。您平时可能没感觉，不痛不痒的，但您的骨密度可能就在慢慢变化，直到有一天，可能只是轻微外力，咔嚓一下，骨折了。特别是髋部骨折，对老年人影响非常大，所以这个问题要是不重视，后果可能很严重。那是不是就不能喝了？也不是，后面我会教大家怎么应对。这里先提个醒，想安心喝咖啡，得注意把流失的钙补回来。这第二个方面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但很重要，那就是它可能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消耗，需要注意营养平衡。为啥这么说？咱们把身体想象成一个能量工厂，吃进去的饭就是原料，但原料要想转化成能量，需要辅酶帮忙。这个辅酶就需要 B 族维生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B1， 它是把主食里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的关键帮手。当您喝咖啡提神的时候，
咖啡因是促进神经兴奋，让身体代谢加快。这就好比让工厂机器加速运转，这一加速，身体里 B 族维生素的消耗量可能就增大了。可咱们现在吃的精细，粗粮吃的少，很多人本身 B 族维生素摄入就不太充足，这时候再被额外消耗，就容易出现一种状况，能量供应跟不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困的时候，喝一杯特浓咖啡，精神了半小时，等镜头一过，整个人感觉更累，心慌，没力气，脑子转不动。这可能就是因为您身体里那点 B 族维生素被消耗了不少，能量的转化效率低了。咖啡因只是暂时提升了精神状态，但后续可能带来疲劳感。所以，如果您平时就容易累，精神紧张，喝咖啡更得注意适量，并注意均衡饮食，补充 B 族维生素。第三个方面，如果您血压有点高，或者不太稳定，可得仔细听了。咖啡因进到身体里，会刺激咱们的交感神经，交感神经一兴奋，就可能让心跳略加快，血管轻微收缩。您可以想想，血管收缩了，心脏泵血阻力可能暂时增加，血压可能有一点波动。对于血压正常的人，身体自己能调节，这种短暂波动一会儿就平复了，问题不大。但对于血压较高的朋友，您的血管调节能力可能本身就弱了，这时候再来这么一下刺激，血压可能就容易上去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就好比平衡木本来就不太稳，突然加点外力，容易失去平衡。如果您长期有喝浓咖啡的习惯，可能会影响血压的稳定控制。您这边吃药想把血压控制好，那边喝咖啡又可能引起波动，这就不利于管理。所以我建议血压控制还不稳的朋友，先咨询医生，了解自己是否能喝，喝多少。第四个方面是关于睡眠的，我叫它睡眠质量干扰器。我常听有朋友说，我喝咖啡没事，晚上照样睡得香，但我得告诉您，这可能影响了您的睡眠深度。为什么呢？咖啡提神，是因为咱们大脑里有个叫腺苷的东西，您累了，腺苷就在大脑里堆积，堆得越多，您就越困，这是身体发出的休息信号。咖啡因的结构与腺苷相似，它能抢占腺苷的受体位置，腺苷无法顺利传递信号，大脑就暂时不觉得困，这就是咖啡提神的原理。它并没有消除疲劳，只是暂时屏蔽了疲劳信号。可是腺苷并没有消失，还在那儿积累着。更要命的是，咖啡因代谢需要时间，它在身体里代谢掉一半，平均需要4到6个小时。咱们年纪大了，代谢可能更慢。您想想，您下午3、4点喝了一大杯咖啡，到晚上10点睡觉，身体里可能还有不少咖啡因在起作用。这时候，您虽然累得眼睛闭上了，睡着了，但您的大脑可能难以进入深度睡眠，您一晚上可能浅睡眠多梦，一醒翻来覆去，第二天起来，就算睡了7、8个钟头，还是觉得没休息好，头昏脑胀。这就是睡眠质量受了影响。长期睡不好，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，记忆力会受影响，情绪也可能波动。所以朋友们，别太相信自己的抗咖啡因能力，它对神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，需要尊重身体的节律。刚才咱们聊了咖啡本身可能需要注意的4个方面，您可能觉得注意点还行，但接下来我要说的，您可得打起精神听好。如果说刚才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小坑，那下面这3种搭配就是最好避免的不推荐组合。有些东西单独看可能问题不大，可一旦和咖啡一起摄入，可能产生叠加或不利的影响。第一个不推荐的搭配，咖啡加香烟，我必须把它放在第一个说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很多有吸烟习惯的朋友喜欢边喝咖啡边抽烟，觉得特别提神，特别放松。但我得告诉您，这对心血管系统健康非常不利。为啥说的这么严重？咱们从道理上看看，香烟里的尼古丁和咖啡里的咖啡因都可能引起血管收缩，您的血管本身就可能有自然老化，甚至里面有点斑块了。这时候尼古丁和咖啡因的双重作用可能引起血管更明显的收缩，血流阻力增加。这时候您的心脏为了把血泵出去，只能更费力的工作。这就好比水管出口被捏紧，那头水压却增大，水管压力骤增，放在身体里，这就增加了心脏的负担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有研究提示，咖啡因和尼古丁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互相影响，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协同效应。所以，如果您身边有那种一手夹烟，一手端咖啡的朋友，请一定提醒他注意健康。想喝咖啡，
最好别抽烟，想抽烟，烟还是戒了最好。第二个不推荐的搭配，咖啡加酒精，这个误区流传特别广，也特别需要注意。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喝酒后头晕，这时候有人递过来一杯浓缩咖啡，说快喝点这个，醒醒酒。朋友们，这是个错误的认识，甚至是个有风险的建议。咖啡不能解酒。为什么大家会有能解酒的错觉呢？因为酒精是抑制中枢神经的，它让您反应迟钝、困倦，而咖啡因能暂时让大脑兴奋起来。当您喝了酒再喝咖啡，咖啡因并没有把您身体里的酒精代谢掉，它只是暂时让您感觉清醒一些，它让大脑产生了一种我没那么醉的假象，这才是最需要注意的。这会带来2个可能的后果。第一，因为您觉得自己清醒了，可能会错误判断自己的状态，导致饮酒过量或从事危险活动如驾车。第二，从身体内部讲，这给心血管系统带来混乱。酒精有扩张血管的作用，咖啡因有收缩血管的作用。酒精可能影响心率，咖啡因让心跳加快，您的心脏和血管受到相反指令的拉扯，容易增加负担，也可能引发不适。另外别忘了，酒精和咖啡都有利尿作用，一起摄入可能导致身体水分流失更快，容易引起脱水。所以请一定记住，美酒加咖啡不是一种健康的饮用方式。喝了酒就老老实实多喝温水，好好休息，千万别指望咖啡来醒酒。第3个不推荐的搭配，咖啡加浓茶。这个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，很多朋友甚至觉得这是双重提神，早上咖啡提神，下午浓茶养生，听起来挺美是吧？但问题出在总量上，茶叶，特别是浓茶里，同样含有咖啡因。如果您一天里头，上午喝2杯黑咖啡，下午再来一壶浓浓的功夫茶，这么加起来的总咖啡因摄入量，很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通常建议的适量范围。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天咖啡因摄入不超过400毫克。过量的咖啡因叠加起来，可能让您的神经系统过度兴奋，您会发现自己变得容易烦躁，静不下来，心神不宁。到了晚上，可能难以入睡，脑子里思绪纷乱。这就是咖啡因过量可能引起的不适。而且还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，对胃的刺激。咖啡里有酸性物质，茶里面有单宁酸，这2样都可能刺激胃黏膜，它们一起摄入，不仅可能刺激胃酸分泌，引起胃部不适，还可能影响身体对食物中铁的吸收。咱们中老年人本来肠胃功能就弱，吸收能力可能下降，不少人需要注意营养。要是习惯了咖啡配浓茶，时间一长，可能加重胃部不适或影响营养吸收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二者最好错开。今天喝了咖啡，就喝点淡茶或白水，喝了浓茶，就暂时不喝咖啡，让您的神经和肠胃都平和一些。说到这，估计很多朋友要问了，萧轩，你说了这么多，那到底该怎么喝才算合适，才算对呢？给个建议吧。行，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天聊天的核心，我给大家总结的2条喝咖啡参考原则，只要您把这2条记在心里，基本上就能更妥当的享用咖啡。第1条参考原则，注意饮用时机，考虑身体的自然节律。很多人习惯晨起空腹喝咖啡，这可能不太合适，因为早晨是皮质醇帮助身体清醒的激素分泌高峰期，此时再喝咖啡可能叠加刺激。此外，空腹饮用可能直接刺激胃黏膜，通常建议的饮用时机是早餐后半小时或上午时段，此时胃中有食物作为缓冲，咖啡能更好的发挥作用，且距离睡眠时间充足，不影响夜间休息。重要提醒，下午稍晚时段后，建议不再饮用咖啡，以确保咖啡因在睡前能充分代谢，避免影响睡眠。第2条参考原则，根据自身情况，个性化调整。咖啡虽好，但需因人而异，骨质疏松风险较高者，如绝经后女性，建议喝加足量纯牛奶的拿铁，用牛奶的钙来弥补可能流失的钙。平时多摄入奶制品、豆制品、绿色蔬菜，并关注骨健康。若已有骨质疏松问题，请咨询医生。肠胃敏感易反酸者，避免深度烘焙、过苦过酸的黑咖啡，可选低因或低酸度咖啡，且切勿空腹喝。咖啡因敏感者，若出现心慌、手抖等不适，不必勉强，可选去除了大部分咖啡因的低因咖啡。如果您有缺铁性贫血，一定要注意把喝咖啡和吃饭的时间错开，至少隔开1个小时，因为咖啡里的多酚类物质可能妨碍身体对铁的吸收。别一边吃红肉，动物肝脏想补铁，一边喝着咖啡，
那可能影响效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咖啡的分享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从它对肝脏、对代谢的可能益处，到它需要注意的骨骼、精神、血压、睡眠方面，再到那3种最好避免的搭配，我是把我知道的，想提醒大家的都分享出来了。其实说了这么多，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道理就是，这世界上啊，没有绝对完美的食物，关键在于一个度和适合。咖啡是大自然给咱们的一份风味饮品，对于了解它、恰当享用它的人来说，它是清晨唤醒精神的选择，是午后放松身心的伴侣，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可能组成部分。但对于不了解它、过量或不适合饮用它的人来说，它也可能带来一些不适。咱们到了这个年纪，养生保健不能再是听风就是雨，别人说好就一拥而上，别人说坏就全盘否定。真正的养生是静下心来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仔细感受身体的反馈，喝了觉得舒服，精神好，那就是适合您的；喝了觉得心慌、难受、睡不着，那就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注意。希望下次您端起咖啡时，能从容享用这份醇香，告诉自己，我在享受生活，也在智慧地关注健康。若今天的内容对您有一点启发，请点赞支持，让分享传递更远。请转发给爱喝咖啡的朋友或咖啡浓茶混喝的家人，您的一次分享或许就能带来提醒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咖啡习惯或小窍门，我会尽量回复。我是萧轩，愿我们用知识陪伴自己，健康安稳地过好每一天。下回再聊。